好，那我们就开始要上课了啊。好，我这门课呢，总共有16课，但是呢，我是把我们课本的36课把它压缩整合起来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内容比较精简哈。那这16课呢，主要分类是这样的哈。我们今天会讲第一课，主要是讲它的字母和母音的系统啊。那后面呢，第2课、第3课、第4课哈，你大概看一下哈，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书的顺序，讲到它的格。讲到的介词、形容词啊，这个辨识人称代名词、指示代名词、关系代名词啊。第8课开始讲动词导论，那第8课以后，从第8、第9、第11到16，全部都是动词啊，它全部都是动词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语言哈，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一样的，它最复杂的其实就是动词体系，前面都是比较简单的。好，如果你有课本的话呢，那或者是你刚才就是说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电子版哈，你就可以把这个电子版打开啊，你可以我们就从15页哈开始讲，好吧？你可以翻到第1课哈，那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希腊文简介哈。其实希腊文呢，它发展呢是很漫长的啊，从主前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发展。那这时候发展呢，它有2套体系。一套我们把它称为线性 A 的一个类别啊，一个叫线性 B 哈，所以它有两套希腊文的体系。那线性 A 的体系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破解，就是不知道它里面的逻辑是什么啊，读不懂啊。但是线性 B 呢就已经被破解了，所以说就大家可以读得懂。那么这个从荷马哈到柏拉图啊，荷马大概就是主前8世纪哈，到柏拉图就是主前4世纪，这个时候的希腊文我们把它称为古典希腊文。那古典希腊文，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讲哈，它跟我们今天学的呢有点不一样。那它主要有几个方言，有这个所谓这个 Doric 多利，好，那还有这个爱奥流，还有爱奥尼克，好，还有这个亚提克语呢是它的一个分支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亚提克语哈？因为我记得我在16、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好像只有一个，好像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吧，有教亚提克语啊。它就是古典希腊文的一个分支啊。除了那个之外，好像没有教古典希腊文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希腊文的分支。那古典希腊文呢，我们刚刚给大家讲了哈，就是荷马哈到柏拉图啊，那这是一类。但是我们今天学的希腊文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要学圣经的希腊文嘛啊。那圣经的希腊文，它是从这个4世纪哈或者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啊，一直到这个主后3世纪啊，就是大概教父时期。那这个时期呢，我们把它称为通用期希腊文。为什么叫通用期呢？因为大家也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建立了这个大的帝国嘛啊，那他就推行这个希腊文作为通用语言啊，所以在当时的世界啊，所有人都会说希腊文。那这个所以叫通用期。那其实亚历山大呢，他其实是马其顿人，但是呢，他是受到雅典的希腊这个文化的影响哈，所以说他而且他师从亚里士多德，所以他很多的理念都是希腊化的。那借着他呢，把整个希腊文化推行到他整个的帝国当中啊。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本身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亚提克的语，就是我们刚才讲古典希腊文的那个方言哈，亚提克语啊。那这个是这样，那这个也是就是说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就是整个希腊化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叫通用期的希腊文。到圣经的时代呢，就是耶稣的时代，他们都是说的这个通用期的希腊文。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这个希腊文呢，我们就可以读懂从大概主前3世纪到主后3世纪，包括这些教父的这些作品啊。那你说古典希腊文，你想读柏拉图，你可能也能读一些，但是它有一些的东西是跟通用期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通用期呢的希腊文跟古典希腊文的差别，
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的这个文言文跟我们现代白话文的这个差别所以通用期希腊文就是每个人都说嘛，所以它是比较普遍的，它是比较市井化的，它不像古典希腊文是那种非常优美、非常就是一直很具有文学性的这种语言所以其实，在通用期的时候呢，很多作者也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会模仿古典希腊文，就像我们现在模仿古代的诗词模仿文言文的形式来去写一样那这个就是大家要了解那现代希腊文呢，就是主后4世纪到今天那一直到今天的希腊。那如果你先去今天的希腊，你会看到就是有希腊文嘛。可是不好意思，就是你学了今天这个通用期希腊文对你现代的希腊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是你现在去希腊的话，你是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你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就是就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根本是看不懂。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跟现在的希腊的这希腊人跟他们聊天讲，那你要重新学一门新的现代希腊文因为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就是通用期希腊文，主要是帮助我们读圣经那么古典希腊文跟通用期希腊文有一些差别那具体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通用期希腊文是更简单，古典希腊文它很多的这个文法呢，包括它的这个意思呢，可能更加的这个深刻一些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有个词比如说在古典希腊文当中，那有个希腊文这个叫allos 这个词呢，它是指另外一个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 heteros 呢也是指另外一个，但是这两个另外一个呢，它有那么一点差别就是这个 allos 是同类的另一个，比如说你有个苹果，你说你再给我拿一个，你用这个 allos， 大家就知道你是再要一个苹果。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heteros 呢，那他就知道你拿了另外一个就不是苹果，可能是香蕉或者什么。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些意义上的微妙的差别，这个是在古典希腊文当中能够就是说感受到的。可是到了通用期呢，就没有这些差别了所以这个我们在古文一样的，古文一个字它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它的意思呢也比较多元可是到了现代的这个版本就更加通俗很多的一些意义意思就消失了。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些这些微小的差别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会保留一些那我们以后遇到的时候可以来提就是说这个圣经的作者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会借用一些古典希腊文的一些的这种写法那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吧好，那么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希腊文那我关于我们这门课我们要怎么来做呢？我给大家几个技巧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熟悉这个字尾变化这个整个这个希腊文它的精髓就在于字尾的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希伯来文的时候也很像，它是一种所谓高度曲折性的语言，就是它是怎么样来判断或者怎么样来去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是根据它加了不同的字尾来表达它不同的含义。这个跟我们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中文是零曲折变化，中文是没有曲折变化的，就是中文的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你就要记一个字一个字它不会变，它如果变加一个点儿加一撇，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字了，它不能就是这个字是怎么写就是怎么写，就固定死的。可是希腊文呢，包括像英语也是从希腊文这样过来的，所以它是透过字尾的变化，那来表现它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还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字尾变化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希腊文的字尾变化呢，可能比希伯来文我感觉是稍微简单再简单一些，
尤其是如果你有英文的基础的话啊，你学习希腊文就很容易啊。当然，你说如果英文不好，英文不好，顺便那这门课也把英文也补一补哈啊，对，也会提高你的英语水平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要背单词啊，那希腊文的单词比希伯来文要少很多，因为新约的希腊文它的词汇量本身就不大啊，所以这些单词呢，大家都一定要背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那制作单词卡我给大家也之前有推荐，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Anki app 对吧？ANKI APP，它可以下载希腊文、圣经希腊文的单词，你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背，或者你自己啊，我给大家发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这个单词表，就是出现25次以上的啊，你最好就是把它也打印出来，你就去背就好了。就是按照频率，就圣经里面出现25次以上，就高频率的这些单词哈，你要把它这个背下来。好，那么字尾变化呢，我把这个总表发给大家哈，这个当然你现在只是先看着哈，或者你把它打印下来都可以。那这个就是你现在可能看不懂，但是等我们学完你就看得懂，所有的字尾变化都在这个里面。好，OK，啊，这是这两个文件哈。然后呢，一定要读哈，在我们这门课上，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来读啊那你多读多背哈，这样你才会找到语感。第四个就是你一定要按时完成这个配套作业哈。如果你落了一课，因为我们这个课是浓缩的，如果你落了一课的话，你后面很多就跟不上了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作业哈，就是要写完，然后我把答案也都给你，你就对自己对照答案就好了。好，那最后当然就是时间加毅力啊哈，这个课就是要背啊，那要花代价。好，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正式进入希腊文了啊。好，那我们首先第一课呢，就来看字母和母音的这个系统啊。好，那首先希腊文字母那得背啊，24个字母哈。其实我相信啊，大家这些字母都很熟悉哈，这也是希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如果尤其你学数学的，你发现这些24个字母你肯定都认识啊。那这24个字母呢，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呢？这跟那个希伯来文是很像的，我们要掌握它的英文的名字，它怎么叫，它叫什么？这个字母叫啥？然后呢，它的小写字母，因为圣经的打印版本都是小写字母啊。那还有发音，你要知道怎么发音。大写字母呢，我们就是要求能够辨认就行了啊，不用你去把它这个，但你要能认出来。大写字母一般都是在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它会用大写哈。好，24个字母，那背字母哈。那今天呢，我想这个星期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把这24个字母把它背下来，会写、会背、会认出，就认得出哈。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些字母呢，我给大家来这个每一个讲解一下，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第一个字母哈，alpha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那耶稣说我是 alpha，我是 omega，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哈，表示它是第一和末后嘛。alpha 这个字母就叫 alpha。名称叫 alpha，就它的名字叫 alpha。那它的发音是什么？它的发音是发 r 的音，好 r。那我们你平时练的时候，你要背你怎么背？你就是背 alpha r 就好了，alpha r alpha r 这个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我说一遍，你们也一起开口说一遍，好不好？我们要多读，好不好？来跟我来说好，alpha r， alpha r， 对 alpha r， alpha r， 好，这是第一个字母哈怎么写的就是这样这样过来哈，对不对？就是 alpha。
那 O alpha 第二个字母叫 beta 啊 ，beta 它读就是波啊，beta 波 beta beta 波 alpha 啊 beta 波 beta 啊，这样下来就 beta 波啊。那这鼠标不好点。好，那第三个是伽马啊，伽马是发哥的音，伽马哥伽马哥，伽马哥，好，所以 alpha beta 伽马哈，这就是这样。然后是 delta 就发的啊，delta 的，delta 的，好，这 delta 啊就是这样。啊，然后是 epsilon 它是发 a，它是一个短的 a 啊，epsilon a，epsilon a，用 S 就像这个反写的3一样哈，这样 epsilon a，到杠 Bible epsilon a， zeta 然后是 zeta 啊，zeta 是发 z 哈，zeta z zeta zeta z，zeta z zeta z 好。zeta 啊，那你平时背的，你回去背，你不仅要背，你还要写啊，你要把它写下来，就一边写一边背，你就 alpha r beta 波 gamma 哥 delta 的 epsilon a zeta z 啊，知道了哈 alpha ？OK， alpha alpha 点beta 好，这几个有没有问题？ gamma 哥杠 delta 这几个大家没有问题。那大写字母你就看着你能认出来啊，你能够对得上就行了。met 好 zeta 好， that's 前面这6个怎么样？OK 吧？ OK 好，继续。好，然后呢，就是这个eta 是发 a，这个是长音的 a 哈，obey 的obey 哈 a 啊， A 对 eta 啊 eta eta B a， 那这个 eta 呢， eta 对这个 eta 跟这个epsilon 这个 i 一个是 i 一个是 a， 这个有点不大一样啊。好，这个你要知道啊 eta。 好 A 那接下来是这个 theta 就是这个英文里面的这个丝啊，就是有个你这嘴咬着舌头的这种丝哈。那这个呢， zeta 其实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音标，它也是这样写的哈，对吧？intrigue theta 丝 theta theta 丝对，然后是这个 utah 就是一 utah 啊，这个短音的一哈 utah 一 utah 一啊 utah 一， intrigue 这个是一个 k 哈，就是 kappa 是科科，是不是有个衣服的牌子就是 kappa 是吧？是的，有个卡帕衣服。对，就记住了哈，这个是科啊科。然后是 lambda 是这个了啊，发了的音 lambda 了 lambda 了好，然后这个是 mu 它是发 m mother 对这个 m 啊，好，这个有问题吗？好，那我们读的时候就这样读哈，就是 eta a theta utah 一 kappa 科 lambda 了 mu m 啊，知道了吧？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读一行，你们来读一行，好吧 ？eta a eta a theta theta c 这个是发 s theta 4然后 utah 一 utah 一
kappa k， kappa kappa k 啊，lambda l lambda l 啊，mu m mu 啊，mu m 好，好啊，这些也是哈，大写小写你要对得上，然后小写要会写会读啊，好，mu mu 完了，接下来是 new， 那这个呢是呢哈 new 呢 new 呢，这个是new 呢啊 new 呢，这个有点特别哈，这个怎么读呢？这个是读可惜哈，可惜可惜哈，所以前面这个它这个的发音是 cus 啊，有点像这个 k 跟 s 放在一起 cus， 可惜就是 cus。你看这个不是 x 嘛，对吧？我们读 x 大家都知道 x 啊 x 这就是 cus 啊，所以这是可惜 cus X 就是这个，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 cus 啊，它发音它是发 cus 啊。好，那然后就是啊，有问题吗？科斯哈，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omicron 它是发 o 啊，是一个就像这种 o 哈，这个 o 啊 omicron o啊，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因为你数学里面你们可以读派，但是这里面它是读 p 哈，跟这个 c s 都是这个里面都读一哈，对，这 p p它就发 p， 好，当我们数学里面读派这个也没问题啊，但是这个是希腊文，我们还读那现代希腊文他们跟通用期希腊文读音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大家要知道。好，那么这个呢，这个大家不知道这个知不知道怎么读哈？那它跟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啊，这个叫弹音哈。那这个弹音呢，你可以发弹音，也可以不发弹音。如果你不发弹音，就是发热啊，就是你就读这肉，对不对？啊，就像我们讲那个，比如说你讲那个日哈，对不对？日子的日哈，那你日子的日，你拼的时候是不是日一？对吧？日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音日热这个音日一日啊，那这个就是肉，然后你就可以读这个热。但是它其实呢是一个弹音，弹音就是说它是一个后弹音，就是它这个音是在喉咙里面弹出来的，就有点像你嘴里面含着一口水啊，你嘴里面含一口水，然后发的这种音，这种音啊，就是能不能理解哈？它这种音啊，那其实好像比如在俄语里面哈都有这种啊，它是从这后面的喉咙里面它就不是发热，而是啊。当然你说你不想这么费劲，就是热就行了，也可以哈，咱们也不用那么费劲。那如果你听这个圣经我后面也会把新约的希腊文圣经的那个音频哈发给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他读哈。那他们一般都是会发这个弹音的哈，所以它会有个这种弹音在里面啊。那你如果弹不出来，你就发热就也行啊。好，这个有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这个是 sigma 啊 sigma 就发 s 啊 sigma s 啊 sigma s。那 sigma 呢，你看这有两个哈，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对，这两个等一下，
这两个 sigma 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这种像 s 一样啊，它是放在字尾的，对，字尾形式啊。好，那我们就一起还是来读一下哈，一行一行的，我读一遍，你们跟我读一遍哈。new 呢 new 呢，kasi kas 对啊，kasi kas six omicron 对 o omicron 啊，p p 然后这 ro r 最后是 sigmas。好，最后几个6个没了啊，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是套，它发 t， 套套 t 套套 t。好，接下来这个呢，这个音是比较特别的哈，它有点像德语里面那个 u 哈 u 啊，那也有人读 u 哈，有人读 u， 有的人读 upsilon 啊，所以我们读 u 吧 upsilon，可能更那个点哈，我觉得更好一些啊 upsilon 它是读 upsilon u 好吃吗？好的啊 upsilon u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这个是什么 phi 哈 phi 它是读 f 的音啊 ph 这个是 f 的音 phi f phone phi f 啊。接下来这个音呢，它是一个前弹音哈，这个就跟我们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呵是一个那个一样，它是 he，它这个呵就是感觉你好像嗓子里面有一口痰，你要吐痰的那个感觉啊，它就是 he 呵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跟那个的它一个前弹一个后弹啊，有点不大一样，所以这个是 he 呵啊，就是你嗓这个里面好像有东西一样哈，这个 he 呵啊 ，OK， 这个是 perceive 它是 pus 啊 pus 啊，它发音是发 pus 啊 pus， 跟那个 cus 有点像，一个是 cus 一个是 pus 啊，这是 perceive。啊，最后一个是 omega 哈，大家都知道有个手表就是 omega 嘛，对吧 ？omega 就是这个 o 啊 omega o 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比较简单哈。好，那我们就还是一行一行的读，好不好？tout upsilon upsilon phi f he h psi pus omega o 啊，好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老师，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 omega 跟 omicron 的发音有什么差别？哎，这个对，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哈。那个这个 omicron 呢啊，在这儿，哎，这个 omicron 这个是 o， 这个是 o 的音，你看这个 not o 啊，它是英文里面是这样嘛，对吧？这个 o not o 啊，那 omega 这个是o 啊，这有点不大一样，一个是 o， 一个是 o， 这个是 tone 嘛哈 tone o， 它有点像对 o 跟 o， 对，还有一个长短它不一样的是，对它长音这个长短不大一样，是好谢谢老师。
谢谢哈。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哈。那这个里面呢，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哈，就是这个我看哈，那个伽马哈，在这我给你看啊，你们可能有听过哈，那个什么伽马刀哈，伽马射线什么的，这伽马，那这个它是发歌哈，但是呢，如果是两个伽马就是放一起，那么它呢，它会发一个鼻音哈，它是发呢啊 n 的这个呢啊，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课本里面给你举的例哈，你可以看23页哈，第4点，他这边他给你举的一个是 angulos 哈，它是一个它是这样哈 n 然后这个伽马这样 angulos 好，那这里面有两个伽马，这两个伽马它第一个是这是这个是 r 嘛哈 r， 然后它其实转写为英文的话就是 a， 然后呢 n， 就你看这个英文也是 a n g e 那个 angel 就是 a n g， 它那个第二个是是这个歌嘛哈，我刚讲反了哈，第一个它就变成了这个呢哈，它就是不是哥哥哈，不是两个哥哥这样读的啊，它这个是是一个 n 的音哈 n， 然后 angulos angulos，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它两个 g 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发哥哥哈，它是发 ng n 个，懂了没有？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哈，就是所谓鼻音伽马。好，就是两个这个伽马连到一起的时候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老师的那个 zeta 还有 c 那个 zeta， c 这个两个字母的那个怎么写呀？我觉得看起来很像的。对 ，zeta 是这样转下来，就是这样，就是 zeta 可是的话呢，可是更复杂，可是它上面转两圈，这又转两圈下来，对，是它上面要转两圈，这样然后拐下来，对，像 alpha，你说，可以问，如果两个伽马放一起，跟 new 的音是一样的吗？它那个对，你可以理解是跟那个 new 的呢是一样的，对，它就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对，就变成一个鼻音了，鼻音的那个呢，就是好，对，那个 alpha 跟 Utah 你要知道哈，它这个里面虽然我们给的这个发的这个 r 是长音哈，包括那个 Utah 是短音，但其实它是可长可短的它可长可短这个大家要知道。那 epsilon 和 omicron 它们两个永远都是短音那 eta 跟 omega 永远都是长音，这两个你要知道，就是 alpha 跟 Utah 是可长可短，但是 epsilon 跟 omicron 它们永远是短，eta 跟 omega 永远是长这个要把它记住。好，大家没什么问题？刚才有谁有问题吗？老师，那个大写的写法是不是也要记啊？大写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写的？大写只有在人名地名的时候，它会大写，大写你就认得就好了。好的。对。好，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呢，就是这24个字母你一定要把它记熟会写，不然我们下课你就没办法学了不然你这字母都不认得，那这个单词就更不用说了，你不知道怎么发音的一定要把这些，我相信我们这个数学多多少少都接触过这些字母所以要比希伯来文要容易很多对吧？好，
那么是那个是书写的那个，就是这个小写字母，它这个是印刷体还是手写呀？手写跟印刷体是一样，是一样的。对，我们因为圣经也是印刷体嘛，所以我们就学着这个写就好了。对，你写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就是说稍微潦草一点，但你要知道你写的是啥就行了。好。然后呢，我们在讲这个希腊文的气号。希腊文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符号，这个叫气号气号就是它这个有个小的反向的一个勾一样的就是这种这个叫气号，就第一个字母就如果你看到这个第一个字母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撇，反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撇，它发音的时候前面要加个 h， 这个呵那所以这个就是发呵的音，就拼到一起就好了。比如说这个是 u sinoma 是 u 对不对？然后这是 p r 对不对？那前面呢你就不能读u pair 不是读 u pair， 而是读 hu pair 因为它前面有个呵，因为这个呵就是上面这个气号hu pair。当然后面我跟你讲这个重音符号那这个是有个气号一般来说就是这个rho 跟 upsilon 上面会加这个气号这个大家明白吧你这个这样一个小撇就是要前面加个呵，好吧？那如果这个叫气号还有一个这个叫有气号，另外一个还是没有气号。没有气号是跟它反过来的，就是一个逗号就是就像我们一个逗号。那这个逗号放在上面的话，它就是不发音的就是不发音你就就是这是啊嘛，对吧？就是不用加呵那你拼的时候就是这是 p o p p 然后呢这是 sigma 斯嘛pos， 然后呢这 t o t apostol， 然后呢这 lambda l o s los apostolos， 就这样拼下来就好了，就是拼的所以你每个字母你得认识，你要知道怎么发音，然后你就很容易拼下来，因为有一个元音一个辅音嘛，对吧？就拼下来就好了apostolos。所以这个逗号的这个叫一个无气号，这个就不发音。如果是反过来的那个逗号那就是要发一个呵的音那如果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话呢，那这个无气号呢，它是放在之前的。像这个就是你看这是 Utah， 因为它为什么第一个字大写？因为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一个名字所以它前面它这个无气号呢就不能放在那个大写字母上面了不像小写字母可以直接放上面，它就只能放在它前面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你看到吗？那你拼的时候你还正常拼，你就不用管它就是这个 e a e 这 s 这 s， 然后这后面是 u 这个我们会有双母音 s， 耶稣耶稣就是耶稣耶稣那这个不影响发音你就是知道这有个无气号就好了。好，这个气，我想一下，那个无气不好意思，那个无气号就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对，不需要把它原本那个词源的字对就可以了。对，是可以。老师，我麻烦问一下，你比如说有气号那上面那个例子呢，那是一和那个呵怎么发音呢？和于 hu 嘛，那个 hu 就变成 hu 了。hu 那就是第一个字母加那个有气号就是 hu， 发 hu 的音不是，它也许不是这个 u 呢，它也许是其他的音。我是说这个 u 字它应该怎么发音呢？对，因为这个我们你可以发为 u 嘛，你也可以发为 u 都可以。对，就是跟中文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是发 u 的话，你就是和 u hu 嘛 ，huper。和 u hu。对呀，hu 就是这样发音吗？对，就是这样发。下面无气号的，你比如说这个，咱的阿尔法上面不是有一个无气号？那无气号不用管它，不发音。还是发的音。对，你就不发音。对，所以你不要搞反了。这样一个逗号是不发的，反过来这个逗号是要发呵。
反过来是发呵的音。对，这个反过来的逗号啊，这个逗号正过来逗号是不发音的，好吧？好，谢谢。好，这个没有问题吧？好，那这个就是字母了啊。这个字母过后，我们就要学这个双母音。哎，这个双母音是跟英文里面一样，如果你学过英语的话，都有 a i o 啊，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是这个双母音，就是它是两个母音拼到一起的，这两个都是母音拼到一块儿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母音啊，但是它只发一个音哈啊，比如这是 r 和 e， 它其实合到一起啊，它就是一个一个音，就是 i 啊 i 啊，这 a oil 啊 oil 就是这样哈，所以是两个音合到一起的。好，我们看第一个哈，这就是 i 啊 i， 那它这个，比如他给你举个例子哈，那这个就是 i 什么呢？这个 row 哈 i row 啊 i row， 但如果你要发弹音就是 ardo， 它会有一个 r 的那个音 ardo， 你要不发弹音就是 r row， 就是日 o row 啊 r row 啊 i row， 这个是 i， 然后是 a 啊 a， 那 a 就是这个，比如这个 a 哈，就是 a， 这是一个 a， 然后是 oil 就是这个你看这里是 oil， 它是一个音哈 oil oikea 是 oil 啊，所以 a 这个 i a oil 啊 i a oil 啊，这是这个双母音。还有几个呢？啊，这个也是 all 啊 all， 那这个 all 呢，就是比如这里面是 all toss 啊，它其实你看这个英文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会英文的话，这个就跟英文发音是一样的，是很容易的啊，对吧？你看这都是啊，这个 sauerkraut 啊这个 all 啊这是泡菜啊 sauerkraut all 啊，这个到这里面就是 all toss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乌啊树啊，这两个是发乌的音乌啊，这就是乌，然后是的 a 啊，这是我们就发乌带啊乌带是吧？乌，这就是 soup 啊，你看这个汤嘛哈 soup 乌啊，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你如果能够把英文跟这个对应起来，就非常容易，都不用怎么记，对吧？你看这个 ai 对吧？这个 ei oi au 跟这个 ou 这不是都是一样的嘛？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个我们把它读的时候，你看这个词哈，它这个地方有个气号，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气号呢，前面就要有个呵的音，对不对？啊，就变成 huos， 对 huos， 好，这个是 u 哈 huos， 啊 huos，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这个 u 啊，这个就读 u， 这两个都读 u 啊，这比如说 uthus 啊，ucasecan 啊，那这个都是读 u 哈，这个是 field 这个 u， 好，这个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读，好吧？啊，这就是 i 啊 i a 啊，然后 oil ow乌 hue 啊，或者是 u 啊 u， 然后呢，这个是 u 好，这都是双母音哈，就两个母音拼到一起的。啊，那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哈，这个比较少见。好，这个双母音大家没什么问题。
哦，老师最后的那个再读一遍可以吗？你说这个吗？这个是 u，对，这两个都读 u。你看这怎么拼哈？这是 u， 这是 s， 对吧？那这个也是哈，这个乌嘛，us哈，所以我们就是读 usus usus。好，那这个也是是 u， 然后这是 cus 嘛 cus， 然后这个 r， 这是 nen kasa 就是 u kasanen 啊 u kasanen 啊，所以它是 kasa nen， 就是这样 u kasanen。好，这就大家多读一读哈，这个也比较简单。你如果看跟英文都是基本上对应起来的因为英文老师双元音也有7号的吗？双元音吗？有啊，你看这不是有7号吗？这个7号都可以加的这个要看。但是这个7号它加在那个第2个了吗？对，加了第2个了，是的，也因为它这个双元音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它就一个字是这个意思。对，它是一个整体只发一个音，它是发一个音好，这是一个哈。那还有就是有几个我们叫希腊文非正式的双母音，就是它呢这个母音下面有一个叫这个叫底写优塔，你还记得那个优塔只不过这个优塔写的很小，然后写到这个字母下面，这个叫底写优塔就在这个阿尔法、艾塔跟这个欧米伽里面呢，它有一个所谓叫底写优塔那这个优塔对于发音是没有影响，就是你该怎么发还怎么发，它就是阿尔法特，就是 r a o 就还是同样的发音但是它只是下面加了这个这个底写优塔，它对发音是没有影响，但是它对意思是有影响的哈。那后面我们会知道，翻译的时候有它没它，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好，那比如说这几个例子哈，你看这个是欧米伽嘛，对吧？那前面你看上面有个7号，对吧？这个7号是要发呵还是不要发呵？你看。要不要发呵？要发呵。要发呵，对所以这个就是呵和这个 o 拼到一起就是 ho， 对吧？呵 o ho 嘛然后这是 r a ra 当然如果你要发弹音也可以你不发弹音就是 hora， 就是这个时候hora， 那你要发这个弹音就是 horda 就这样，有个呵在里面。那这个也是一样，这是歌，对吧？这是一个歌，然后呢 r a ra， 然后这是 f， 对不对？然后它有个这个 a f a 费嘛，当然一个底下有它 f a 费。那当然它的重音是放后面的所以你可以发 gra 费或者你发弹音 gra 费都可以 gra 费那么这个也是一样，这个 l o lo 然后这 g o 高那当然这个 o 这重音在前面所以你是发 logo logo 就这样，它发音是不变只不过底写优塔呢会让你后面它意思不一样。好，这个没有问题。老师，我这有一个，您的第2行的那个最后上面是一个像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波浪的这是一个什么发音？对，那个后面我们会讲，这些都是重音符号就是你发音的时候，重音符号，对，这是重音符号，就是你重音要放在后面这个的话重音就放在前面所以它是 graphy graphy然后这个是 graphy， 那就在那个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重音了，意思对，是的谢谢。对，好，这个大家知道底写优塔那
还有就是说这个气号啊，就我们刚刚有同学提到了哈，双母音的话，它是放在第2个字母上的，对吧？不管是大写还是小写这个因为双母音是作为一个整体哈，所以它的气号都是放在第2上面。那如果不是双母音，那像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耶稣是那它就是放在这个母音的这个前面的，对吧？所以它如果是双母音就放在第2个这个字母上，如果不是双母音就放在还是这样放在前面。好，这个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好，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分音记号就这2点叫分音记号。这个分音记号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下面的这个音它要发2次，或者叫分开发音就你不能连到一起发。比如说我们这个 A 和 I 在一起的时候，对吧？比如英文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 A 和 I 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它是发这个 I 的音，对不对那你如果直接发应该是 knife， 对吧 knife， 但是它上面有个这个2个点的时候，就表明这个音它要单独发就不是 knife 了，而是 naive na 是一个音，这个专门发出来了 naive。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它有这样的一个上面有个这样2个点有个分音记号，那你的那个时候那个也要把它发出来。对 ，Isaias Isaias。我啥都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点快，对我来说不好意思。没问题没问题对，这个就是对，这个没问题。复习的，你不复习肯定跟不上。对，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星期大家就把这些字母都背背它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希腊文会稍微讲快一点，因为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嘛，所以这些就而且希腊文又很常见，我们的数学里面都经常用的嘛，可能初中中学都接触过这些对吧那所以就稍微快一点对要下课就是提前预习，然后再复习会好一点，要不后面还是很累。对是。对，有人发那个 Moises Moises 也是，它这么一个 U， 它那个 U 要发出来，Moises。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希腊文的标点符号也有标点符号，这不只有4个标点符号。第一个逗号，逗号就逗号这个没问题句号就是句号，但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线上面一点这个点呢是分号或者是冒号那这个我们的分号呢，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问号，它是一个问句就是这个问号这个有没有问题？这要记住就是这2个要记住就是说线上一点它是一个分号或者是冒号，这个分号是一个句号是一个问号。好，没问题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区分的这个记号那分音记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个 Moises 或者这个 Isaias 这个都是那个音要专门发出来。它还有一个叫省略记号，这个省略记号呢它跟那个英文里面有点像，就是缩写，有点像这个英文里面的这个缩写。就比如说英文里面有个 cannot 嘛，对吧然后它就会把那个 o 给缩写了，就变成一撇变成一撇 t， 就变成了 can't那么某些介词跟它字尾是一个母音，然后接下来一个词呢字首又是一个母音，这2个母音有些时候就会把它省略到一起，就把第一个字尾的这个母音省略掉了，然后用一撇来代替用一撇代替，大概就是这样本来比如说这个是 apple apple
这是emo 哈，那这两个音连到一起，这个 o 跟 i 连到一起的时候，这个 o 就省略了，就变成了 up emo 啊 up emo 啊，这个能理解吧？哈，这就是缩写的这个就是一小一撇，这缩写。好，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重音符号，在这里面它的重音符号有几种哈，有阳音符往上一撇，抑音符像往下一撇，抑扬音符像这个波浪一样，这跟中文的那个重音有点像哈，第二音、第三音和第四音，对吧？但是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你不用管它是什么阳音符、抑音符，反正看到这个就是重音就行了。就重音的符，你看到这几个，不管是往上的、往下的，还是一个波浪的，就表明它是重音。在那读的时候，在那里用点劲就行了啊。好，这个没有问题。你也不用太过区分啊，这个第几音那个什么。好，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哈，比如说这个阳音符哈，这个是tail 哈tail， 那你这个 t 啊这个地方是重音，就是tail 就好了。那抑音符呢，像这个kai 哈 kai， 它这个就是音放在后面 c， 你看这个是 c 对吧？然后 o 这一个重音，所以就 say os say os， 对吧？然后这也是n 那这重音在这，然后呢这个是你看这是一个反过来的撇哈，所以它是要把那个呵读出来哈 ho 就变成 ho， 然后呢logos， 所以反正你只要看到有重音的地方，你就重读就行了。那这个抑扬音符也是一样的，只要有这个重音哈，那就是就读重就行了。好，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像这个也是它有个呵在前面，对吧？就是变成哈，hagnos hagnos。好，那这个重音符号呢，它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后面在看字尾变化的时候，它的重音会改变也透过这个重音符号，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的。比如说这个 teeth 如果它没有这个重音的话，它的意思是 somebody 就某一个人，但是如果有这个重音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疑问词谁teeth 就变成了一个who 谁，所以它意思也会不一样。所以说重音呢，它有些时候会影响它的意思的。好，所以重音符号呢，其实在原来的圣经的抄本里面都是没有的没有重音符号，所以我们也不希望给大家额外的负担你只要能够认出来这有这些重音的时候，你就重读就行了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会来读单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重音的怎么把它分开。还有呢，就是这个重音会帮助我们，因为像英文呢，包括希腊文，它的这个读音的时候，它是有一种韵律在当中的就什么时候该重，什么时候该轻也帮助我们记忆。那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辨认这个不同的意思。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来断字。你现在学了这些重音然后这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拼写断字就可以比较容易了。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断字。基本上它有几个规则，你读了多了，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跟英文的规则是一模一样的。那每个音节只有一个母音或者是一个双母音所以我们一般读的时候就是有几个母音或者有几个双母音就有几个音节。比如这个是它是一个母音嘛，它就是一个音节这个 k k a k， 然后呢 k o k k k， 然后呢这个然后 m a n 这呢就是这个 n man
所以你这个几个音节是怎么分出来的？就是这样 r k k r men 啊r k k r k k r men 啊，那就是这样。这个有没有问题？那这也是哈，这是 m a， 这个是热嘛哈 m a 热。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音节里面只有一个母音嘛，对吧？其他两个辅音，然后这个 to， 然后呢 ro， 然后呢这个是man 哈所以这个就是你读的时候，那我们中文也是一样的哈，那个辅音加一个母音，或者两个辅音加一个母音所以主要是根据这个母音来去判断它的这个什么时候断字哈，大概是这样。你读的多了，你就能够比较容易读出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子音呢，它后面的母音一般是联系到一起，就是除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母音，它是单独的。那只要有子音，它后面肯定要当然不是子音字串哈，它肯定要与后面的母音连到一块，不然它子音只有单独一个子音是没有办法发音的，对不对？它一定要跟母音拼到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这个是这个是 he 嘛哈 he 这个7号 o ra ka men hera ka men hera ka men 那这个 ka men 你看这都是一个科加上这个一个母音哈，这个 mo 加上一个母音哈，这样这个也是a c r sa me sa a c r sa me sa 所以就都是这样拼的，一个子音加一个母音这样拼到一起这也是一个，这是第二个规则那第三个规则就是，如果是连续出现两个母音，如果它不是双母音的话，那你就得分开这个刚才我们也有这个分音节哈，也是给大家看到比如这是 a c r 这个你看这个，因为这两个这个 a 跟 r 它两个不是一个双母音，所以它两个是分开的a c r 所以是 c r， 然后呢 sa me sa a c r sa me sa 那这两个就是要分开的esaias 这也是刚刚我们讲了把它分开。如果是双母音的话，那它就是被看为是一个音节一个发音，就不用分开。那子音字串呢，就是有好几个子音，如果连到一块的话，它如果不能连在一起发音，那就必须分开第一个子音就跟着前面的这个母音比如说像这个 m m 这个是没有问题一个母音加一个子音，然后呢，你看这个 p p r p o pro 所以这个 pro 它两个其实是可以连到一块发音的，对不对？所以 pro 还有呢这个 s pro 这个 s 也是可以那除非它不能连到一块，你就要分开。如果能连到一块，你就把它放一起。像这个就没办法连到一起这个是 r x 所以日跟这个 x 没有办法放在一块，所以就是 r s 放一起。那然后呢 xis xis r xis 所以这个日跟 xis 是分开的好，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对，第五个就是可以一起发音的子音字串就跟着后面的母音，就如果这两个子音连到一块能一起发音，那就后面的子音放在一起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Christ 嘛，就是这个 Christos所以 Christos 它科和日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Christos， 还有这个歌和日也放在一起了歌ra 费是不是歌ra 费
所以这个歌和这个日哈，这两个就是你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一个是 G 和这个 R 在一起，是不是？你看那个英文也是一样，如果 G 和 R 其实它是能发音的，它两个比如这个 grass 对吧 ？grass 是不是？那它两个其实就可以放一起 grass， 所以歌热是可以连到一块发音的。所以如果它们可以连到一块发音，它们就跟着后面的母音一起啊 grass 啊，这是 graphy 啊，对吧？那第六个就是，如果是双重子音，就必须要分开啊。双重子音就是一个子音连在一块出现2次啊，同一个子音连在一起出现2次，双重子音啊。那这个我这个例子举错了哈，我看一下，对，我这个写错了。双重子音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两个这个两个伽马啊，两个伽马，那两个伽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分开啊，不然的话它就会变成这个 ng 哈，那个发音，或者是两个肉在一起的时候，两个日哈，那你这两个日的话也要把它分开。我们给的例子哈，这个 pararesia 哈，你看，比如说这个我给你写一下哈，这个是pa， 然后然后这个 a， 好，比如这个例子 pararesia 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它是 par 是一个。这两个肉嘛，对吧？所以这两个就要分开，它这两个长得一样的 par， 然后呢，后面又是 pararesia， pararesia 哈，所以它是 pararesia， 所以它两个日要分开啊，就是它两个同样的子音在一块儿是要分开。好，最后一个就是复合字必须在结合处分开。啥是复合字呢？复合字就是由两个不同的字组成的一个字啊。当然你现在还没办法分辨哈，因为你还不认识这些单词。但是你后面比如说这两个就有点像这个英文里面它是两个字合到一块的一个字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英文，就是这个英文其实是 anti 啊，我给大家写哈anti 或者 antichrist 这个 antichristos 它其实是一个复合词，就是这个我们说的 antichrist， 它其实是一个字，但是它是两个字拼到一起的哈 ，antichristos 这个能理解吧？还有 ekbalo 这个也是 ek， 它是这个粗一个balo 所以这个是后面大家就知道，就是如果它是复合词的话，它肯定就是分开读的嘛，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些分音呢，你大概读的多了，你大概自动就会怎么分音节了。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去特别去记它，你就是多读关键还是多读，读的多了就 OK 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背单词咯。这个是在我们课本这是我的之前的版本哈，你的这个新的版本应该就是在32页哈，32、33、34。那你如果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希腊文我刚刚讲了，希腊文圣经的词汇量不多总共其实就5000多个不同的单字其实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其实只有300多个字是出现至少50次的，就是高频词汇，其实就这么几百个，很少。所以我们就是这300多个字呢，它出现的字数基本上就占总字数的将近80%。所以你这300个单词背下来了，基本上你80%的这个新约圣经的词汇量，你大概都能掌握了，是吧？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哈，咱们的这个词汇量没有希伯来文那么多啊，但是就是还是要背哈，300多个单词。那我给大家发的那个文档哈，就是出现50次以上的那些，你就把它尽量多背一背啊，包括我们这里课本上的这些单词都是出现次数比较多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背单词哈。那你所以你说你背单词，你先把字母得先认得了哈，先会背了，你才能够背单词，对吧？啊，所以我们这个星期的任务就是那些字母还有双元音哈，这些你要会读会背，然后这些单词你也要背啊，因为后面我们讲句子的话，你单词不认识也没有办法。所以如果就比较好的是这些希腊文呢，它很多跟英文是对应到一起的，所以我说如果你的英文好，你学希腊文要轻松很多啊。当然顺便也把英语再多学一下哈，透过这个课哈，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单词哈，我给大家也讲解哈，大家回去除了背字母24个字母之外呢，还要背单词，好吧？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啊 ，angelos 啊 ，angelos，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哈 ，angelos 啊 ，angelos 啊 ，angelos 它就是使者、天使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英文就是直接转写过来的 angel 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啊 angel 啊，这两个 gamma 我们刚刚讲了嘛，它那个就发这个 n 鼻音了哈啊 angel 哈哦啊 angel 这个 ology 哈 angelology 就是天使论哈好，那么这个后面呢是它的这个冠词，后面我会说，你背单词的时候不仅要背单词，还要背它是什么冠词，因为这个它也后面我们学的时候会知道它有分阳性、阴性哈。那你背这个，你大概就知道它是是什么性别啊。现在你可以不用管，你就只背这个 angelos 啊 angelos 怎么拼怎么写哈，这个大家要知道 angelos。这个阿门哈，阿门这个简单啊，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阿门嘛 ，A。M E N 对不对？就是这样翻译过来的，就这么简单 ，A M E N 是吧？阿门，好，阿门哈，这个没什么好读吧？啊，阿门。好，接下来这个叫 anthropos 啊 ，anthropos 啊，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 anthropos。anthropos 这个就是人类的意思啊。那这个转写为英文啊，这个 theta 这个词就是 th 嘛，是吧？啊 anth 然后 ropo 啊，然后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啊，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变过来的。好，等一下，刚才有点吵啊。好，那这个就是 anthropology。对吧？啊 ，anthropology， 所以英文跟它就英文很多单词都是从希腊文变过来的啊。anthropos 人类人，好，接下来 apostolos 啊，跟我一起读一下 apostolos。apostolos 就是这个使者啊，使徒。英文就是 apostle 嘛，啊，就是这个 apo 啊，你看 st 啊，这样 e 这样过来，这个也没啥哈 ，apostolos。好，接下来这个你看它第一个是大写的字母了，对吧？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要么地名，要么人名啊。这个就是加利拉亚，跟我读一下哈，加利拉亚，加利利哈，你看这个也是英文就转写过来了啊。好，接下来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遍了这个词 graphy 啊 graphy 那个应该是一个双元音，加利拉亚，哪个利亚？ L
对啊，这双元音嘛，这 I 嘛，对 AI 是双元音啊，是 I。到底类不是一，是 I。I 啊，对的，I，是 I， 啊，没错。对，格拉费啊，格拉费就是写著作，著作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圣经那个新约里面讲的格拉费，它就是也可以指圣经哈，就是著作写下来的。所以这个 graphy 这个词啊，就是英文里面这个 graph 这个词就是也是写的意思啊。那比如说 autograph 就是指亲笔签名，这个 auto 就是后面我们会学的这个希腊文叫 autos， 就是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自己签名嘛，就是亲笔签名 graph 啊。那这个 graph 这个字根呢，就在英文里面就是是这个写跟这个写相关的，比如说 graphology 就是笔记学啊，专门研究别人写字的签名啊这些啊 graphics 啊，那这就制图学嘛啊，这个画图的哈学问等等，所以这 graph 这个就在英文里面是一个跟这个写用手写相关的，好，对，那个auto 这个在自动也是可以说自己嘛，自动门哈，也是对，就是这样的。好，接下来一个词是doxa， 跟我一起读哈 ，doxa 就是荣耀啊，在我们三一颂里面或者叫荣耀颂里面有个叫 doxology 啊，就是这样出来的。这个转写到英文就是 X。DOX 啊 ，doxology 啊，好，接下来这个是ego 啊 ，ego 跟我一起读啊 ，ego， 你说哎，这有这个对 ego 这个 ego 呢，转译成英文就是 ego 哈，的这个 i 和 e 这个有点英文里面这是发 e 哈 ，ego 就是指自我哈，就是也是基本上就是希腊文变过来的哈 ，ego， 对，好，接下来这个是 eschatos， 这个还记得吗？它是一个前弹音哈呵，对不对？所以它是 eschatos 啊 eschatos 它是最后的意思哈，最后的啊 eschatos。那在英文里面它转写过来就是 eschatology 就是指这个最后的就是终末论末世论啊，也是这样变过来的。它这个 h 啊这个 h 这个和在这个希腊文的和在英文里面它一般转写就是这个 ch 啊 ch 对啊，就是和是带有那个弹音的和啊。但是 ch 在英文里面它是发科的音哈，所以它没有英文里面没有这个弹音哈，所以它就是发科了啊 eschatology 啊，是这样 eschatology eschatos eschatos 好，接下来是这个生命啊，生命看这是 zo， 那这因为是两个元音母音嘛，我们讲两个母音连到一起，除非它是双母音，不然就要分开读是吧？所以这个是 zo， 那这个呢是 a， 那重音还在后面，所以你读的时候就是 zo a zo a 就是生命的意思啊，生命 zo a life 啊，那这个词呢？它在英文的转写里面，它有这个我们讲这个 zoology 哈，它就是 zoo 哈，就是动物啊，就跟这个生命相关的动物学。接下来一个是 theos 这个呢就是神啊 theos 是神，那这个英文里面这个就是 th 嘛 theos。啊，这 theology 就是 theology 就是神学，我们讲学神学哈，就是这个神学 theology 是吧 theos。接下来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连词，就是和啊，英文里面就是 and 啊，就是你就理解为这个 and 就好了哈，这个就是
出现最多的一个连接词，叫 Kai 啊 Kai 啊 Kai 啊 Kai， 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合成词啊，这个叫 triskaidekaphobia 啊 triskaidekaphobia 是叫13恐惧症，它是有3个词拼到一起的，都是从希腊文过来的。一个是这个 tres 就是希腊文的山啊，希腊文这个山是 tres 啊，这个当然这个 tr 在英文里面它就是读这个车的音，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try 是吧 try try 它就读车，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是特热啊，它不能合到一块儿啊，它就是特热 tres 这是山 kai 哈，这 kai 就和，然后呢 deca 就是10 是10啊，我们后面学数字的时候会让你学1 2 3 4 5啊，这些 deca 是10，恐惧症恐惧是 phobos 啊，所以这4个词连到一起 triskaidekaphobos 啊，在这个英文里面 triskaidekaphobia 就变成了叫13恐惧症哈，就是有一个病哈，就是叫13恐惧症哈，这就是你知道，你如果去学医学的话啊，那个就学医学学法律，基本上那里面的专有名词啊都是从拉丁过来的，而拉丁基本上就直接从希腊过来的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语言这都是一个语系的嘛哈，就是希腊文，然后发展到拉丁文，然后拉丁文再发展到这个英文啊，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讲英语的学希腊文是非常容易的啊。好，接下来一个词 cardia 啊 cardia 就是心脏的心哈，心 cardia 对这个转写过来哈，希腊文的这个科转写过来就是英文里面的这个 c 哈，都发科 cardiology 哈，这个是心脏学啊。下次你们去医院看心脏科，它一般都会有英文，就是这个 cardiology 啊，心脏科。cardia 就是 cardia 来的啊。有很多小区都叫卡地亚。什么叫卡地亚？小区的名字，很洋气的小区的名字，是卡地亚。哦，是吗？好吧，好，那接下来这个叫 cosmos 啊 ，cosmos 就是世界的意思，宇宙世人哈，神爱世人就是这个 cosmos， 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哈，都是这个 cosmos。这个词转写为英文就是 cosmos 嘛 ，cosmology 是指宇宙学哈，宇宙学。所以这个 logy 是什么？你看每个单词都有个 logy 对吧？这个 logy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这个叫 logos， 大家都知道 logos 了对吧？啊，我相信没学希腊文的也都知道什么是 logos， 太初有道就是这个 logos 对吧？所以这个 logos 呢，在英文里面就是 logy 啊，所以所有的学什么心脏学、宇宙学、制图学、动物园学、啥学、各种学，都是指在这个当中的道，神的创造嘛，它的那个道是什么啊？所以作为一个字尾来表明这一个神的创造的这个种类里边的道啊，就都是这个 logos 变来的啊。logos 对 logos 这个没问题啊。好，接下来 pneuma 好，跟我一起读哈 pneuma 啊 pneuma 就是圣灵灵的意思啊，灵，在这个英文里面它转写过来的时候，这是 p 哈，这是个 p， 这个 n 对吧？但是在英文里面这个 p 是不发音的。好，希腊文你要发出来，你要读 pneuma 啊，但是英文里面它就变成了 pneumatology 哈 pneumatology p 不发音了啊，所以这是英文跟希腊文的区别啊。那英文里面的 pn 开头的时候 p 都不发音的，但是希腊文要发啊 pneuma。好，这个就是圣灵灵啊，风或者神的吹出来的气息都是 pneuma 啊，这个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这个是 prophetes 是指这个先知的意思啊，就是转写过来就是 prophet 啊
prophetess 啊，跟我一起来读 prophetess。 prophetess。 prophetess 啊 prophetess 这转写的就是 prophet 啊，这是这样。好，接下来一个单词叫 Sabaton 啊 Sabaton 就是安息日，转写的英文就是 Sabbath 啊，就是 Sabbath 就是指这个安息日啊 Sabaton。 Sabaton 啊，这个没问题啊。好，接下来这个叫 phone 好，这个重音在后面啊 phone 就是声音的意思啊，声音声音啊 phone 啊，所以你看这个 phone 就是 ph 啊 phoen 这几个转写过来的这个词啊，我们讲这个电话缝哈啊，那这个它就是跟声音相关的这个字根了哈。这个 phonetics 就是指这个语音学啊 phonograph 哎，这个 phonograph 你看它这个合成词，我们刚刚讲 graphy 哈是 graph 对吧？ graphy 就是写嘛， phono 就是声音嘛，所以用声音写是什么？就是留声机哈。是不是用留声机哈，把声音写下来哈？啊，那你那个我们后面还会学一个希腊文叫做 photos 啊 ，photos 就是指光啊，所以你知道照片啊，英文的照片是什么 ？photograph 啊 ，photograph 就是照片嘛，就是用光写下来的，那就是照片。照片不就是用光把它留下来的印子嘛，对吧？啊，刻下来的印记用光雕刻下来的，那这个是用声音刻下来的啊，叫留声机。用光刻下来就是照片啊，所以你看，这不是帮你把英语也学好了哈。哦，这个最后一个哈 ，crystals， 你看英文就是这个 x 哈 ，x 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到英文就变成 ch 对不对？所以我们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写 Merry 这个 x 对吧？啊，一个 Xmas 对不对？这样写 Xmas 对不对？这个 Xmas 其实这个 x 就是 Christ 的意思啊，所以 Christos 这个就是 Christ 啊，就是这个是 ch 啊 ，ch r-r-s-t 啊，就是基督 Christos 就是 Christ，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吧？啊，最后我们把这个人名也学一下啊。这个你只要看大写的就知道这个是人名或地名啊。嗯，好，那第一个这个是 Abraham 啊，这两个 r， 所以两个 r 还记得吗？它要分开对吧？两个母音不能一块儿，所以 Abra 是一个，然后呢 arm 是一个，是 Abraham。啊，跟我一起来读 Abraham 就是亚伯拉罕了，转写过来就是 Abraham 啊，对吧？这是没问题。好，接下来这个呢 David 啊 David， 它这个你看这个 r 是一个音哈，但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双母音加一个元音，所以这两个要分开读。David 是一个音，然后 id 是一个音 David 啊。David 就是大卫 ，David 啊 ，David 哈，好，接下来这个是 Paulos 啊，就是这个保罗 Paulos 啊，保罗啊，接下来这个是 Petros 啊 ，Petros 就是 Peter 彼得 ，Petros。Petros 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指石头啊。啊，接下来呢 ，Pilatos 看到没有 ？Pilatos 就是比拉多啊，比拉多 ，Pilate 啊。然后呢，
这是 Simon 啊 Simon 啊 Simon 不是 Simon 的英文是 Simon。Simon 啊 Simon 就是西门。你看，所以中文的这个是翻译为西门哈，这个西是从这个它可以它其实是从这个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看到没有？是西门啊，不是英文是 Simon 哈，但是它中文是西门，因为是 Simon。比拉多也是一样的，它是 Pilate， 英文这个是派啊，但是我们是比一哈，不 EB 嘛哈，这 PE 啊 ，Pilatos 比拉多哈。所以，咱们中文这个很多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读一遍，你们读一遍，好吧？我们把这几个人名读一下啊。好 ，Abraham 啊 ，Abraham， David， Pylos。Petros, Pilatos, Simon, 好，这个你多读几遍你就记住了哈。你看咱们才学几个单词啊？咱们其实才学了20多个单词，但是这20个单词呢，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比例将近11%啊，就是说你10个单词有1个你都认识了哈，按道理来说，对吧？所以你看这20多个单词，你已经掌握了整个希腊文的11%的词汇量了哈，是吧？啊，其实没那么难哈啊，大家加油背单词啊。那最后呢，我给大家有几个这个重音符号的一些简单的规则，大家了解一下啊。那这个是进阶的资讯里面的哈，在35页。那阳音符呢，它可以出现在最后3个音节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它可以放在后面，也可以放在前面啊。那就是说它其实在哪都能出现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个是 RK Coamen 哈，所以这个是 RK 是2个音哈，那它是出现在这是第3个音节的第一个 Coamen， 这个呢是Logo 哈 Logo 这个也是这第一个，然后 Autos 这个是最后一个，所以它这个阳音符在哪里都能出现，而抑阳音符呢？就这个波浪号，它只出现在最后2个音节，而且始终是在一个长母音上面啊。如果最后是一个短音的话呢，它会放在倒数第2个音节上啊。那就是说，它出现的位置都是在最后的啊。比如说这个 planome nomen 哈 planome 这是放在第2个音节，还有arxis 啊，这也是放在后面啊。那么异音符呢？异音符它基本上都是放最后一个啊，它都是放最后一个。所以像这个 kai 啊，就是都放在最后一个啊。那如果这个字后面没有标点符号，阳音符会变成异音符。像这种情况就是，它如果后面没有标点符号就是这样。那这个其实你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好，那么名词的重音符号尽可能都留在同一个音节上啊，因为一个单词呢，它基本上不可能有那么多重音，不然你就不好读了嘛，是不是啊？它尽可能是在动词的开头啊，就是这样。所以希腊文的重音呢，只出现最后的3个音节当中。还有呢，就是有的词它不重读，让位于前面一个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有的词没有重音符号。重音出现在双母音的第2个字母，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哈。那这些都是大家就是说了解一下哈，它的重音会怎么出现啊？它其实是帮你更好的来去发音啊，就这意思。好，继续背单词哈，来，咱们还要有单词，把单词讲了。那除了刚才那26个，我们这还有大概
有20多个单词哈，这就是我们需要背的哈。继续来背哈，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agape 啊 ，agape 哈 ，agape 是这个爱，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什么有个叫爱加倍，对不对？哈，就是这样翻译过来的哈啊。好，那跟我一起读一读哈 ，agape， 啊 ，agape 就是爱啊。好，第二个，adelphos， adelphos 这个重音在后面 ，adelphos 就是兄弟哈，英文它就是这个用这个 brother 哈 ，adelphos 啊，那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城叫费城 ，Philadelphia， 那它其实就是 philos， 就是爱加 adelphos 这个兄弟哈，就是合到一块了，就是爱兄弟的意思哈，这个 Philadelphia。好，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接下来这个，哎，你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喝？有吧？啊，对，那你就读的时候就是哈了哈，啊 ，hagios， 它的这个重音在前面，看到没有？啊 ，hagios 就是圣洁的意思，啊，圣洁 holy 啊 ，hagios， 所以这个 hagio 转写到英文里面的时候，有个单词叫 hagiology。啊，那它就是指这个圣徒文学、圣徒的传记啊，就圣徒们写的这些啊，叫 hagiology， 就是从这个 hagios 的圣洁的来的。好，接下来这个是，你看有没有这个和？有吧？所以这都就 hi，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 ai， 这个是 I， 对吧 ？hi 就是变成 hi 嘛。Haima 就是血 blood 啊，你如果下次去医院看那个血液科写的就是这个 hematology， 就是 Haima 就是血嘛 ，logy 嘛的 logy 就是指这个道嘛，对吧？血液之道哈，就专门研究血液的东西，血液科哈 hematology。好，那接下来这个词叫，你看有没有这个喝？有吧哈，就是哈哈。hamartia， 哎，它的重音是在后面，你看到没有？所以你是 hamartia。当然，如果你要发弹音的话，这个日你可以发成 hamartia 啊，也可以 hamartia 啊。好，那接下来这个词叫 glossa， 这两个 s 呢，两个 s 一般就跟英文里面一样，其实英文里面两个 s 就是发一个 s 的音啊 ，glossa 这个词有转写过来就是这个 glossary 哈，它指词汇表啊，语言表嘛，就词汇表 glossa。接下来一个词很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哈，教会。什么是教会呢？啊 ，ecclesia， 这个重音在后面哈 ，ecclesia 啊 ，ecclesia 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教会啊，好 ，ecclesia， 对 ecclesia， 好，接下来这个 Aragon， 那这个它前面是没有那个7号的，对不对？所以它是没有喝的哈，别搞错了。Aragon 就是指工作行为啊。它英文里面它这个 ergo 就是工作的意思。它有个 ergophobia， 它是指工作恐惧症哈，就是 phobia 都是恐惧症的意思，害怕嘛啊，害怕工作了哈。接下来这个词大家肯定也要记住的哈。啊，这个是你看，这是 u， 然后这个 ann 啊 agg 哈，这是有两个 gamma 的时候，第一个就变成鼻音了嘛，对吧？所以它是 euangelion 啊 euangelion 就是福音的意思啊，好消息 euangelion 啊 euangelion 在英文里面就是 gospel 啊 euangelion。啊，这个大家都要把它背下来。那 evangelion 其实它转写为英文就是 evangelist，
evangelist 这就是指福音书作者啊。我们讲 evangelium， 我们讲福音派啊 evangelical 啊 evangelical 就也是这个 evangelium 变过来的，就是指福音派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些词都要，这是最基本的词都得背啊。就是没学希腊文的人，我觉得也得背啊。就是说你都得知道这个教会啊、福音啊这些专有的名词啊，它是怎么读的。好，接下来啊，这个就是 th 嘛，是吧 ？thanatos 就指死亡啊 ，thanatos 啊，它转写为英文这个就是 th 嘛啊，就是 thanatology 就是指这个死亡学或者叫死因学。你们如果看那个复联啊，复仇者联盟4里面那个讲到那个叫什么灭霸，你知道灭霸的他们的英文叫什么吗？哎，对，就是 Thanatos， 就是 Thanatos， 所以灭霸的意思其实就是它是指死亡哈，死亡的意思。所以我们翻译为叫灭霸哈，灭就是灭亡的灭嘛，对吧 ？Thanatos 啊。好，那个灭霸就也是这个 Thanatos 啊。接下来这个叫 Thronos 就是指这个宝座啊，宝座，所以它转写为英文就是 throne 就是这个就是宝座嘛，就是它这个皇冠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它的一个Thronos 对。接下来这两个都是专有名词啊。你看啊，一个是耶稣啊，耶稣，英文这个翻译很奇怪啊，它这个 J 不知道是哪翻出来的啊，所以就叫 Jesus 哈，其实没有这个 J 哈，其实没有这个 J， 耶稣啊，耶稣，对，你看下面这个是什么呢？它就没有用 J 啊，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指以色列哈 ，Israel 这是直接翻过来 Israel 啊，对，对啊，是这样哈。好，接下来这个叫 lithos 是指石头。石头，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lithology 啊 ，lithology 就是指这个岩石学、岩性学啊。对，是 lithos 啊。接下来是这个 megas 讲到这个 megas 就大的嘛，伟大的啊 mega， 所以前面在这个英文里面这个 mega 啊就是指这个大的哈 ，mega church 就是巨型教会 ，megabyte 就是这个MB 哈，我们讲那个电脑的那个多少兆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美国天天这个 mega 哈 ，make American 啊那个，不过它是 A 就了啊，让美国再次伟大哈 ，mega。好，接下来这个是mater 就是母亲哈 ，mater mother 哈 ，mater 对，接下来是一个专有名词啊 ，Moises， 你看这个 u 要读出来 ，Moises 啊 ，Moises 就是摩西啊，摩西的意思 ，Moses 啊 ，Moises， Moises， 接下来这个是 Nomos 啊 ，Nomos 就是指这个法律原则这个 law 啊 ，Nomology 就是指这个法理学或者是叫法则论啊 ，Nomos。然后是parabole 啊 parabole 这个重音在最后类啊 parabole
就是比喻的意思啊，比喻的意思，它就是我们讲这个 parable 哈 ，parable 啊，比喻 parable 对 parable 对 parable 哈，比喻。然后这个是刚刚讲了 mater 啊，那现在变成 pater 啊，就 pater 是指这个父亲啊 father 啊 pater 啊那这个 pat 啊，它这个 pat 啊都是指父亲啊的这样的一个字根啊，好，这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是 mater， 一个是 pater 哈，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合到一块儿去啊。它这个因为这个 t 啊，它英文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它没有这个th 啊，所以有点不大一样。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哈presbyters 啊 presbyters。我们一起来读哈 ，presbyters， presbyters 就是指这个长老啊，我们讲长老会的这个长老，这个词直接转写为英文 presbyters 转写为 presbyterian 啊，就是我们讲的长老会啊 ，presbyterian 就是从这个就是一个字一模一样，这个希腊文章这个 u 呢 u。它到英文里面，它很多时候是可以用这个 y 啊，你看啊 ，presbyterian， 那它这个是presbyters 啊，这个 bu 这个和这个 y 是对到一块的啊。那这个呢，就是 pure， 活 pure， 你跟我一起读啊 ，pure。pure 啊 pure， 那英文里面是 fire 啊 pure pure 火水呢？水你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喝呢？啊，有吧？有，所以这就是 Hudor， 它重音在第一个 Hudor 啊 Hudor。所以我刚刚讲这个 u 在英文里面它是 y 嘛，所以这个有个喝 hy 啊 dro， 这个就是 hydrology 就是水文学啊，专门研究水的学问哈，就是 hydrology 哈，这是从 hydro 过来的。好，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哈，你看这大写字母你就知道了哈。好 ，Phariseos 啊，跟我一起来读 Phariseos。Phariseos 是啥啊？就是法利赛人，他也是直接这个 phi 就是指 ph 啊，直接转写为英文 Pharisee 啊 ，Phariseos 变成 Pharisee 啊，这就是这样。好，最后一个啊，我们单词就没了啊，就要背这么多啊。这是 pusuhi 啊，这个喝是有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讲 ch 嘛，对吧？这个和它是一个弹音哈，一个喉音啊 ，pusuhi 啊 ，pusuhi 啊。那这个 pusuhi 呢？这个 pus 在英文里面就是 ps 嘛啊，然后但是英文里面的 p 跟那个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pneuma 是一样的哈，那个它的 p 第一个它不发音的。啊，所以英文里面的这个希腊文是 pusuhi， 英文里面那个 pu 就没有了，就变成了 psyche 啊 psyche 啊 pusuhi psyche 啊，这个 psyche 就是从 pusuhi 来的，指灵魂 psychology 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psychology 就是指灵魂学啊或者心理学，就是 ps 啊 y 这个 ch 啊就是从 pusuhi 来的啊，这个 soul 哦是吧 pusuhi 啊 pusuhi 啊。pusuhi 好，怎么样？能回去背不啊？这些单词啊？按道理来说，我下周应该来听写的话，我就是这个，比如说讲这个 pusuhi 啊，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Hudor 你大概要知道，你就把这个音要记下来，是不是？
graphy 哈等等这些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我相信你们会努力的哈，那个我就不听写了。好。psychology， 对，对 psychology。对你只要有点英文基础哈，这个比较简单啊。哎，请说。老师，那个魂姓名字己可以再读一下吗？啊，前面是拼到 这个是 push 嘛，对吧 ？push 这个 u 啊 ，push u。老师，它不应该是那个 phone 那个 f 那个音吗？哪个？还是我认错了？就上面这个是 f， 这不是 push， 这个是 push，push 是这样写的，你看降，然后降下来，像一个那个三级叉一样啊，这样 push。哦，我知道了，我认错了。对，这个是 push。明白了，老师。push he。好，今天其实内容大概就这些，就是你把这24个字母背了，会写了，然后把那个双元音哈，你这个 I A O I 这些，都认得了，然后把这些单词背背就可以了，好吧？怎么样？大家觉得能做到不？预习了之后，第二遍就非常容易一点。是吧？可以做到哈，好，没有问题了吗？有没有问题？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最后再稍微讲一点点哈，我们就结束。因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课本，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我看一下。他是给他是老外写的嘛，对吧？那他们英文呢，当然，那所以他会讲这个英文的一个变化。他为什么要讲英文的变化呢？因为希腊文的变化跟英文的变化因为是很像嘛，所以他就讲所以你看所以你知道，连他们老美啊，在教美国学生的时候，都要教美国人学生这个英文的这个语法。很多这个老美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还要学英文的语法啊？那就是他们的母语，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啊，就像我们学中文一样哈。那因为在英文里面呢，有些的概念跟希腊文是通用的啊，所以他们针对这些美国人或者这个讲英语的人来去学习的时候，他有专门这一章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那如果你英语不好，那这一章那我讲英文呢，等于是给你讲上英语课所以可能你就更困难啊。但是如果你有点英语基础的话，你会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希腊文。我尽量简单，所以接下来讲的很多都不是希腊文，是英语啊。那你借助这个英语来这个类比就是说这个希腊文是怎么一回事简单给大家讲讲你了解一下就行了。这个你也不用背，你要是懂你就懂，你不懂也没关系当然你就但最主要你还是要背那个字母和这个单词好，我们简单讲讲那在英文里面，我们刚刚讲了所谓这个叫曲折变化曲折变化就是说这个词中文的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对不对？它是不变的。可是英文里面它会改变，它根据它的不同的意义会产生不同的字形变化，这个就叫曲折变化比如说我们中文呢，它有男他、女他、宝盖头的他，有不同的他。英文里面也是一样的，有 he she 他的这个 her 那它也可以表明单数、复数。那中文就没有单数、复数了，对吧？那英文里面那就会加 s 或者加 es 或者是这个里面是加 ss 对吧？那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男孩子的这个 prince 就是指这个王子嘛，对吧？王子。那如果是指男孩子就加 s， 如果是女孩子呢，就变成了 princess， 对吧？所以你看王子跟公主怎么区分呢？就是透过这个字尾的变化不一样那就表明他们的性别不一样这个就叫做曲折变化。所以希腊文也是这样的一种原理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是中文里面没有的，那英文里面是有的
这个叫做格啊，这个其实是整个希腊文最难的部分哈，就是所谓的格。当然我们中文也有，我们有主词啊，有受词啊这些，但是我们的主词、受词这些，它并不是透过这个字本身的变化，而是透过这个句子结构来去判断谁是主词，谁是受词，对吧？但是英文不一样，英文它就是透过这个词的变化就能判断谁是主词，谁是受词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中文的逻辑有点不大一样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英文里面他讲Bill ran to the store， 就是说这个 Bill 跑到了商店里面。那这个主语在中文的语法里面，当然主语肯定就是这个 Bill 这个人，比尔，跑是动词啊，到那个书店哈。那你是透过这个句子结构来分析的啊。那受词是什么呢？受词比如他说这个 Robin passed her test，Robin 把他的测试就是通过了啊，通过了他的测试，所以他的测试是这个 Robin 的一个受词啊。那还有表达归属关系，就是他说他的希腊文圣经啊一直是在他的床旁边，所以他的你看就变成 his 了，是吧？就那这个词的变化，你看从 he 变成 his， 就表明了他从主语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归属的关系了，就变成他的了。他的希腊文圣经是在他的床，所以你看他用这个词本身的变化能表达它是这个句子和句子这个词和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英文当中英文当中我们有主词，它有归属的就是变成我的中文表达归属就是加个的嘛，对吧？我的、你的、他的那受词呢就是他借了我的电脑所以你看在这个当中这个我的电脑那就是这是我的，他借了我的电脑，那我的这个电脑就是一个所谓的直接受词，他说他借了我什么东西就是直接受词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动作直接作用在什么上面，他借了我的电脑，所以这个电脑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被借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表达这个名词跟动词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是英文当中的格。我们中文当中呢其实没有是有这个功用，但是不是透过字形的变化展现出来的，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中文有些时候比较模糊的地方因为你没有那么清楚的就会有一些歧义的东西就是你没那么清楚的能够知道说这个是就是说它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样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数和性，就是说英文里面它还有单数复数嘛，对吧？还有不同的性别，阳性、阴性、中性。我刚刚讲的那个中文里面的有阳性、阴性的，就是有单人旁的他、女字旁的他有不同的这个，也就只有这个能表达，其他的都表达不了了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呢，它是有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种性别，而这个性别呢，它并不是指一个自然的性别它不是说中文里面就只有自然性别，就是说这个你我他我们这个人有不同的，或动物有些时候可能也会但是在希腊文或英文里面呢，它这个性别更多是指语法性别所以自然性别并不一定语法性别。比如说在希腊文当中，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hamartia 这个字这个罪这个字，它是一个阴性名词但是呢它变成罪人的时候后面加了这个 los 就是hamartolos 就变成了阳性名词，所以它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罪或者罪人本身是自然的是怎么样，而是它是语法上会转变那它为什么有阳性阴性这些东西呢？因为它要用这个性别呢来去判断这个它修饰的冠词形容词动词它的性别这些都要统一的它这个数量也都是要统一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用这种语法的一种严谨来让你读的时候不会有歧义就这个意思，对吧？那中文的话就比较难中文话就比较难那还有就是这个英文当中讲到这个复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直接加 s 嘛，但有些时候它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这个 man 它就变成了 man， 对不对
啊 ，woman 就变成 women 哈。那这个就是说非常规的变化，对吧？这个 a 变成 e 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常规的都是加 s， 有一些是不常规的啊。所以希腊文当中也有这种3种类型的变化：第一格变式、第二格变式、第三格变式，就是这样。就好像说英文有第一种都加 s， 第二种它是比较特殊的哈，这个 a 变成这个 e 或者怎么样，第三种它加什么 es 啊怎么样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它有分3种不同的变化的类别。啊，那么在词类方面呢，我们知道它跟这个英文也是基本上是一样，就是有名词、有形容词、有介词、有主词、有术语啊，就谓语、动词、定冠词、不定冠词。希腊文是没有不定冠词，希腊文只有这个定冠词。啊，就是说它如果不用定冠词，就是指不定冠词，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我们到后面去讲到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讲哈。好，那么我们最后就简单讲讲这个主词和动词，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动词会特别来讲。那希腊文动词的字尾表明了人称和数量啊，那所以在希腊文当中呢，它一个词透过加字尾就可以表达一句话啊。那比如说这个 graphes 啊，这个它也加个字尾，本来是 graphe 嘛，那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is 啊，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 is 呢结尾呢就告诉你这个主词是你，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就是你写啊，这个是第二人称的一个字尾，所以它透过加字尾，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你写还是我写还是他写。如果变成graphe啊，这个是 a 就表明是第三人称的啊，就是他哈，就是就是他写啊，所以你看，他就用这个字尾来表明是你啊还是你们啊，是我啊还是我们啊，还是他是他们啊，有不同的字尾来表达这个不同的人称和数量。这个英文当中也是这样的，有这个我嘛就 I， 还有我们就是 we， 对不对啊？你们啊，英文的你和你们是一样，都是 you 哈，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模糊的地方，就你不知道那个 you 到底是指单数还是指复数，对吧？啊，那当然英文的第三人称是不一样，它有 he she it， 对吧？然后到了复数就变成了 they， 对吧？他们啊，那中文就是加个们啊，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没了啊，这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很重要的就是说，希腊文呢，它其实可以不用写出主词的啊，那它可以通过加字尾来表明它的主语是谁。比如刚我们讲的 graphes， 这个 is 就是表明是你写，那你就不用加这个有专门一个你，就是人称的代名词，就是叫su， 那你就可以不用加这个 su 啊，你加这个就等于重复了嘛，没有必要了嘛，对吧？啊，如果你加上去的话，就表明你是强调这个啊，是你写的啊，所以是这样，就是说它一个单词呢，透过加这个字尾就能够表达这个人称了啊。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哈，比如说这个 anthropos 是刚刚我们讲的人嘛，对吧？然后 graphe 啊，这个 a 呢，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三人称的。然后 to 这是一个冠词啊，这个啊 biblion 是指这个书，就一个人写了这本书，是不是？所以你翻译的时候，你就不用翻译说一个人他写了这本书，就是说不是用第三人称这个他写了这本书啊。那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 anthropos 的话，你就必须要写了，就他写了这本书所以就是如果主词没有写出来，你就要把这个动词里面的这个主语要把它表明出来。但是如果他已经有主词了，已经有这个人了，对吧？第三人称的这个人，那么你就翻译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重复把这个他写出来，就这个意思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跟英文是一样的，跟它费这个字尾的费呢，它的第三人称可以是男他、女他、宝盖头他。
那究竟是哪一个呢？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定。啊，这个我想也没有问题啊。对，啊，因为这个3种性别它都用同一个字尾，所以你不知道，你就要透过上下文才能知道怎么翻译。啊，是吧？好，你看我们最后看一句话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 ho 就是一个冠词啊。然后呢 theos 神 agapa 啊，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 agapa 哈，这个爱通，这也是个冠词 cosmo 啊，这是指这个世人啊，神爱世人。所以这个 agapa 这个里面它用的就是第三人称，就是他啊，是指他。我们翻译的时候就不用翻译说神他爱世人啊，但是呢你就放，因为神本来这就是第三人称嘛啊，你就说神爱世人就可以了。那具体是哪个他？那当然你可以还有我们用那个士字旁的他，对吧？表明神的他啊，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好，我讲完了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样？